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看看2027年生肖属兔的朋友，你的流年运势解析。属兔的朋友，来到2027年岁是丁未年了，你的本命宫卯与太岁坐镇的未本身是相合的关系，也就是说今年的太岁对属兔的朋友是友善的、眷顾的，大方向上有一股体质的顺风在推着你走。本命宫的主星阵容也很硬气，也包含了天解星、将星、金匮星三星来坐镇。将星它的主要力量是领导统御，金匮星主要是财库丰盈，天解星主逢困有解。但是副星的阵容同样不容小觑，包含了白虎星、天雄星、大杀星、飞廉星、血刃星、浮沉星。这一排凶星看着老师都稍微皱一下眉头了。所以属兔的朋友，你今年的格局老师用8个字给你做总结，那就是什么呢？叫做明局大好，暗处刀光。台面上是你受眷顾的当红之人，台面下的暗箭跟血光却是一刻也不能松懈。在事业上属兔的朋友，今年是掌权之年，因为我们有将星坐命，代表你天生的领导统御的能力今年会被激发、被看见。带团队、扛专案、坐上决策位置，这些机会会主动找上你。加上太岁相合的顺风，体制、政策、上层的态度，今年都站在你这一边。远方更有天乙贵人与3台吉星来遥遥的照耀，这可是众贵人之首的星宿代表关键的时刻总会有一些有分量，而且这个权力够大的人愿意为你说话，为你开路。而对于一般的上班族与公职人员来说今年就是我们争取主管职接掌要务的一年，因为将星的气场配上贵人来抬轿，升迁的天时地利那还真有。但是你要注意这个但是，我们本命宫里面还是有白虎星跟天雄星这双星在侧，代表我们掌权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强势的竞争者与刚硬的冲突，而且我们本命也有飞廉星，更会煽风又点火，让小人的口舌在你背后乱窜。所以今年当主管的想要掌权力的，你身段你要够柔软，手段你要稳当一点，立威不必疾言吝啬，服众靠的是把事情做成，越是位置高，越要让人挑不出你的理。而对于做生意、自己经营事业的朋友金匮的财库星来做命，加上太岁相合，今年来去拓展业务、洽谈合作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贵人引荐的案子尤其值得认真对待。但是你要牢记，远方贵人虽多，贵人身边也夹杂着五鬼星与官符星之类的暗流气息。别人给你介绍的机会，感谢归感谢，但是该做的查核，你一步也不要去省。不要想说天下掉下来的都是礼包，有时候落下来的礼包里面藏的是菜刀，所以你要特别去小心。而专业师自备的朋友呢，在今年将星配上了天解星，最利于接下硬仗。越是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越是你今年建立威望的舞台。所以整体而言，属兔的朋友在岁次丁未红阳之年，事业运属小吉。掌权的有为之年，只要小心一点，不要树大招风，不要得意忘形，口中饶人，与人为善，通常都是蛮顺利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财运部分。属兔的朋友，今年的财运核心就是那一座金匮星。金匮者，金贵也，这是金主财富丰盈、聚财有成的吉星，配上太岁相合的年份正财收入的基本盘相当稳固。上班族的薪酬奖金有感提升，做生意的朋友营收动能也充足，再加上远方的天乙贵人星来照耀，所以贵人引荐来的财路或是案源会是今年的一大亮点。但是老师也必须把另外一半的实话跟各位说明清楚，你的副星里面坐着大杀星以及血刃星，这代表着今年破财的风险
很大一部分跟意外、伤病或是冲突去挂钩，可能是一场意外的医药开支，也可能是一个擦撞之后你要去做修车赔款，或是跟人家冲突之后所衍生的一些损失。所以今年的财务规划第一件事就是把医疗险、意外险补到位，还包含车险要去注意到，最好是买那个超额险。超额险是什么呢？就是呢，你今天可能发生车祸那上限额度比较高，别人可能100万，你的可能就有2000万等等之类的这个保费其实增加的没有很多，但是建议都要去做，毕竟现在路上很多超跑，如果你撞到Toyota像老师这种车就算了，如果你擦撞到的就是劳斯莱斯，哪怕它掉一小块漆，都比老师整台车还贵了，对不对？所以超额险的是很重要的。这不是老师乌鸦嘴这是我们要懂得用杠杆、用小钱守住金匮的大门，很重要。第二个是浮沉星它主的是浮沉反复。如果你的收入结构里面有业绩、有佣金、有投资这类的浮动成分，今年的波动会比往年来的明显。所以请务必在收入好的月份多存粮，以丰补欠。就是说呢，我们要懂得去可以摊平的意思不要把高峰当成常态来花钱。有时候我们赚的比较多，这2个月的奖金比较高，你就觉得我后面也会这么好，不是当你好的时候你要把你先赚来多的部分我们懂得去储蓄以我们多的地方去准备以后有少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给它平敌过去，那是不是比较好呢？而第三在投资方面金匮之年适合聚，不适合博弈。定期定额、稳健标的、看得懂的身影，才是把财库越叠越高的正路。短线的搏杀、跟风追高，遇上浮沉星，只会让你来回坐电梯，白忙一场还伤本。所以整体而言属兔的朋友在岁次丁未年，财运属小吉，财库有成，但是先保平安，再谈聚财，不要博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感情与人际关系部分这一块老师要请属兔的朋友先有个心理准备了。今年在你的本命格局里面，主感情的柔性吉星是缺席的，反而是白虎星、天雄星这类的刚硬之星来当道。而且飞廉星这个封神的星宿又主口舌是非，这个组合反映在我们的感情生活跟感情世界里面就是气场太硬，讲话太冲。你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另一半或是暧昧的对象或是你的朋友的眼里面今年的你就是威严有余，温柔不足，一开口好像在下指令，在讲道理。你赢的道理又如何？你输了温度输了人情，那也没有用了，因为我们讲的是感情嘛。而对于已经有伴侣或是已婚的朋友，今年最大的地雷就是把职场的价值带回家。你在外面是匠心作命的主管，回到家里，请自动降阶为家人与队友，不要把自己变成了猪队友，多加了一个字就差很多了。家里的事多商量，少柴事。另外一半的抱怨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特别要防飞廉星招来的外部口舌，比如说亲朋的闲话，或是同事的传言，这些听听就好，千万别让外人的嘴搅乱自家的床头风向。万一真的起了争执那也是得不偿失的。不过你要记得，你命中有天解星来给你辅助，所以懂得主动喊停，先退半步的那个人，他不是输家，是替这个家解围的功臣。要记得，我们在谈感情的时候，一定会有些纠纷的这个牙齿会咬到舌头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在家庭部分要取得最大公因数。什么是最大公因数？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最低的底线，那这就是最好的决策。当然你会想，对方爱我，应该一个话应该是多让我一点，多哄我一点。你想得寸就想进尺，那么对方是不是越退越没路？所以说呢，你的得寸进尺，你觉得很开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家的空间是有限的，两个人的相处的立场也是有限的。你的得寸进尺是把别人逼到墙角之下，那么谁开心谁不开心，不是很明显吗？没有谁天生该让的谁，家是全部人的家，不是谁的家，这要去记得哦。而对于单身的朋友，今年的缘分主要藏在贵人的引荐里面，因为我们远方有一个天引贵人的照耀，比如说长辈、上司、资深的朋友，或是我们的一些远方的亲朋所介绍的对象，成色通常不差，值得认识一下，好不好？先认识再说。
但请把匠心的价值留在门外哦。我们不要说我们刚开始认识要交往，或是说别人给你介绍了，然后两个人刚开始见面，好像你在面试别人一样，开始提问，或是你居高临下来，你有车有房吗？存款多少？开什么玩笑？这不对。先聊喜好，先关心对方，慢慢的先把三观看能不能对齐，其他的部分都是可以慢慢的去了解的。所以是说你不要拿这个价值来去跟别人去聊，你会把好缘分给吓跑。姿态放软放慢，多听少说，你的可靠与担当自然会被人家看见，温柔也让别人感受到。而在人际关系上今年的立威容易，结怨也很容易，得罪一个小人胜过失去10个朋友的损耗。记得手下留情，口下积德。整体而言，属兔的朋友在岁次丁未年感情也属于小凶，你要做的刚中带柔，以解带真者，得转中平。最后我们看到健康部分，属兔的朋友今年请务必逐字的去听好老师跟你讲的事情，因为你的本命宫同时做的血刃星、白虎星、大杀星这3颗血光伤害相关的星宿，再加上浮沉星的反复的特性，健康防护的等级今年必须拉到我们所有12生肖里面比较高的格局。第一个，你当然是防血光了比如说你的力气车辆运动或者高处作业，或者是一些高风险的运动游戏，今年统统打起12万分的精神。尤其是骑车开车，你不要去抢快，也不要去疲劳驾驶厨房呢，比如说我们的工具车间里面你这些工具使用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激烈的运动之前你要热身，那当然最好就是你防护服装备都不要去减少，而且去注意尽量不要去玩一些什么高空弹跳或者是你要去攀岩等等之类的高危险性的活动今年最好是不要，或是尽可能的减少。而第二部分你要防冲突伤害，因为白虎星配上天雄星，最忌讳就是血气上头，一路上我们可能行车纠纷或者场合里面言语冲突，退一步就是保命符，跟人家争一时之气是今年最不划算的买卖。要记得打赢上警局，打输进医院，怎么样都不是好事，好吗？第三个防的就是浮沉所带来的旧疾，身体的状况时好时坏，老毛病也有可能反复发作，是浮沉星的典型状态。过去我们的旧伤、慢性疾病今年请主动的回诊追踪，不要说小事情不要理它，有时候呢，你有时候小病会变成大灾的。当然也不是都坏事，我们命中也有天解星来坐镇。天解星主什么呢？它主化解转重轻受，这个是很重要的。再配上太岁相合的底气，今年的身体状况只要配合的早我们尽量早去防范，早去发现，及早治疗，多半都能够化险为夷。所以老规矩还是要跟你讲，意外险跟医疗险你要检视是不是足够的用小钱小破财来化大灾。第二个就是定期捐血把应该要受到的这些血刃白虎天雄这些血气的力量给代谢掉顺便做一个健康筛检嘛，也捐血其实是一个好方法，好吗？第三个，每一天你可以去公园去散步个30分钟让这个身上的这些气息不好的煞星的力量在公园里面跟大自然去做平化掉，让我们的好心的力量才能够增强，我们将心更强，煞气更低，那不是非常的好吗？对不对？而哪一个最优先呢？还是一句话，小孩才做选择，我们全都要，我们每个都鳌拜，好不好？不是鳌拜吧，还是豹子头。所以整体而言属兔的朋友你在岁次丁未年健康运势要注意，要非常注意属中凶，谨慎自律，早诊早治者可以收敛为小凶。如果你还能够配合我们每一天或者每2天去那公园走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的，那么它会从小凶变成中平，甚至略为小吉。要去记得，对的方法已经告诉你了，你不要买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来给你化解，你只要去公园多散步，买好医疗险，捐个血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是不是？你不用老是风水怎么布局可以化血光，就已经告诉你这么做你就没问题，你要不要去做？对不对？让自己更开心更幸福不好吗？是不是？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生肖属兔的2027年的流年运势解析。2027年丁未年，太岁眷顾，将星在握，金匮银门，这是属兔朋友大有可为的一年。但请记住老师这句话，
真正的强者不是拳头最硬的那一个，而是你明明有拳头，却懂得你用握手解决问题的那一个。今年把你的锋芒收进了剑鞘，贵人自然靠近，血光自然远离。这样你能够理解了吗？好，那最后如果想知道个人的运势如何，欢迎使用我们的良辰吉时的批命系统。每一年的11月底，我们会开放流年的批算服务，让老师与数位陈老师在你的人生旅途上保驾护航。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拜拜。